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们这期节目呢是跟一位在美国的中国人访谈。我觉得应该叫中国人，因为他还是中国护照，所以不能说是华人，对不对？是有区别的。像我这样持了外国护照的叫华人。好了，他离上次回国已经4年多了，这次他回家待了1个月，所以他的感触非常的深。因为4年多，对于在海外的中国人或是海外华人来说是很长一段时间。因为4年多在中国改变了很多，而在国外几乎没有变化。所以他这次回国之后呢，虽然1个月，但是感触非常非常的多。然后他就跟我交换了他与我的想法吧，就是在国内的一些印象，比如说国内有好的方面，比如说电动车的普及程度特别高，在美国肯定没有中国高，在德国也没有中国高，对不对？还有人的素质确实在提高。这点很有趣啊。他是华北的人，而我在我们中国南方，我是华南的。昨天我还在跟一位在德国的中国东北的人也交流过。你看，一个是东北的，一个是华北的，还有一个我是华南的。我们仨都认为啊，这次回来，中国人素质有明显的提升，就表明我们的观察没有错。因为呢，我们没有说好啊，而是我们自己独立的观察的结果。但是呢，这位在美国的中国人呢，他大概我认为啊，可能是30岁左右吧。他认为呢，他怕回国，为什么？因为觉得回国没有竞争力。我们在中国的人一般来说都很拼，都是整个社会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推着你往前，而这种力量在海外，比如说在德国呀，在美国是没有的。就是整个社会在美国，在德国都像一种比较懒散一种社会，就是生活节奏比较慢。按照我的说法，就是呢，如果是在国外工作生活，就相当于在国外养老，就相当于养老生活，相对来说啊。而在中国呢，我们每天每个人都非常的努力。一方面，他得出的结论是，我们中国人活得比较累，我也认为啊。但另一方面呢，就是因为大家非常的拼，非常努力，所以才让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非常快速的发展，连人家美国都硬要把中国算成发达国家，就这样。这是我们在海外的人看得见中国的变化，就是往好的方面的提升。但是另外一方面不好的地方呢，就是在海外的中国人，在美国的中国人也谈到，我们可以不认可，但是呢，是我们在海外生活过的人回国之后的真实的想法。还有，我觉得从他谈吐来说，可能他比较迷茫，就是不知道未来怎么办。一方面呢，觉得中国很多机会，中国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国家，作为年轻人应该回来。可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因为在国外生活惯了，节奏惯了，就是相当于过这种提前的退休生活惯了，回来没有竞争力，所以一种既想回来又害怕这种矛盾心理。我相信呢，这是很多在海外生活过一段时间的，不管是华人也好，中国人也好，我觉得是共性啊。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呀，我也怕回来，即使我有中国护照，我也怕回来。因为呢，像我这样，我这个年龄根本没有任何竞争力。所以说，哎呀，这个迷茫，我觉得并不是说他一个人，而是普遍的。我相信呢，大多数90%以上在海外生活过一段时间，特别是在所谓发达国家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中国人、海外华人的共同的这种想法。好了，那我刚才介绍一段之后呢，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。我还是呼吁大家啊，要理解一下他的说法，并不是说他要喷我们中国不好的地方，他也有赞扬我们中国好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好与不好是因为我们的心态，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经历决定的啊。因为我们在海外生活过，所以有两方面的比较，好吧？我觉得没有对错，对不对？那好，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。谢谢大家。早上好，下午好。
下午好，能听得见吗？可以。好，你家伙又跑回去了。没有没有，我这个回来把我的车卖了，谈谈国内的变化吧，对对行吧？对对，谈谈国内的变化。你这次对，回去多久？回国？1个月，那你上次回国多久了？离这次4年多吧。4年多，很长时间了。好吧，那就请嗯，你谈谈你对国内的观感吧，我就留你说了啊。行，先说好的吧，OK。就是好的第一点就是，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就是车多了，路上以前没有那么多车，现在是车多了，好像我们那个小区里家家户户都有车。第二呢，就是路宽了，也整洁了，人的素质也提高了。嗯。就是以前他们都说插队啊什么什么，我这次倒是没看见，也没有遇见就是明显插队的。第三呢，就是公共交通咱就不说了，就是就是那种电车发展的很，我不知道在你那，反正在我们那儿电车发展的是越来越好了，然后路上基本上一半都是电车，感觉中国要弯道超车的话，就是在这个电车上，比亚迪现在是真的厉害。第四呢，就是我自就是他们有人说会在国内吃东西会拉肚子，但是我在外边吃感觉没有拉肚子，我觉得食品卫生可能也上去了吧。对，我回来然后也从来就日新月异，没有拉过肚子。对，跟你对比美国这边就是感觉美国这边就没什么变化，就一直是这样。然后我给你谈谈国内不好的吧，就实事求是讲，也嗯。不能说不好的，就是我个人就是感觉给国外比来起来，就是第一，我觉得国内的人真的是太着急了，太着急了，就是太累了，太累了。就是我买了辆车嘛，我买了辆车，我就透露出来我一丁点想买的办法。7、8个销售，5、6个销售吧，5、6个销售天天打电话让我去看车，你知道吧？就他们在竞争嘛。嗯。然后只要我说哪天有时间，他们是只要你来哪天都有，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不休息。随时恭候。然后对随时不休。我说这样太累了，他说他就这样，他说他工作就这样，他们中国工作压力太大了，而且我那个哥呀，他这个小孩才30岁，他就让我去教他学英语，我说有那个必要吗？对不对？有没有那个必要？才30岁就去学英语，你把那个小孩搞得从小就那么累干嘛呀？就很累。我感觉中国人唯一就是累，就是互相在比嘛，很累，确实累，就是不是那种物质上的累，是心累。你看，在国外，如果我不知道德国人，如果一个美国人他如果有10万美元的话啊，70万人民币吧，他可能就真的躺了，他就什么都不做了，你知道吗？完了70万花完再说，对吧？一般美国人他也不会有那么多钱。但你看那中国人，就是有挣了10万也想20万，挣了20万也想40万，感觉他们也停不下来。我打断你一下，可以吗？你说你是用什么在跟我说？是用那个蓝牙还是用什么？就用麦克风啊，手机的麦克风。啊，因为我觉得声音不是特别大。行，那我靠近点，现在声音咋样啊？啊，现在好多了。对，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国内人活得太累了，就是啊。太急躁了，太焦虑了，就嗯。是行色匆匆的。然后怎么说呢？就每个人都是行色匆匆的，就是太累了，太竞争太大了。我的感觉就是大家都不想输在起跑线上，特别是对下一代，所以搞得特别累，像你说的。对，3岁小孩就让我给他辅导英语，有这个必要吗？对我们不对？好农村也一样，多都是放养我告诉你，我们广西农村，因为我侄子他有一个小孩，现在是6岁多。哎呀，礼拜六、礼拜天都要去各种兴趣班呐、跳舞啊、绘画呀，什么琴棋书画，好像全部要培养成为全才一样，有什么必要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在想这个小孩他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东西啊？对不对？他不喜欢，
他再弄，他也成不了才呀，对吧？他除对。非发自内心喜欢这个东西，他也不喜欢，然后你就逼着他学，然后就是因为别的小孩也在学，对，对吧？整个社会然后大气候是这样，没办法，他总是怕他的孩子呢输掉，这是中国父母的那个想法，我认为。反正就是我感觉确实，你说如果我不生小孩的话，我觉得挺好。他妈生小孩中国物质上去了，但是竞争这压力太大，太累了。反正这也是咱的文化吧，也是咱们能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要不然咱怎么能崛起，对不对？怎么对，是，能？你看，就整个社会它有你看，一股向前的力量推着你，无形的力量，所以整个社会的进步也比较大，也是个原因。对，就不让你停下来。嗯，就天天你看中国年轻人天天说躺平躺平，那是因为中国年轻人太努力了。欧美人和那非洲人还有拉美人为什么不说躺平？因为他们就不用躺平，他文化就很懒，也没有什么焦虑的，今天挣钱今天花一花，对吧？那个中国人父母辈的还想着给孩子买什么房，美国谁管你，但是这样对吧？像中国父母帮孩子买房或是首付的，也弄得自己非常非常累啊，一辈子都没有，就停不下来呀。对啊，就是你像我妈已经有个90平的房了，她还说我想买个120的。我说你为什么要买120？你塞上120的，你自己去还那个房贷，你有多累啊？你都好不容易退休了，反正就国内就是别人有的我也得有，你知道吧？就是真的。还有哪方面呢？你就是觉得不太好，就不太适合你在国内？没有不太适合我，我就觉得他妈自己回国能干啥呀？你看那帮人那么努力，那么努力，开一个超市都夜里24小时不关门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啊。要不然我就回国躺，要不然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国内就是那样，那个风气就是让你停不下来，不管你赚多少钱，哪怕你赚500万，你的心态是不好，你还是很累。那你还是选择在国外躺平算了。我没有躺平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很迷茫。我想的就每年回国3、4个月得了。但是如果你在美国工作，你没有3、4个月的假期啊，美国的假期非常少，除非你自己特别的自由那种职业。我不知道，再说吧。反正我就觉得，哎呀，反正我就想，我还不如想就是去中国他妈开个超市躺平得了。但是开超市好像也要一大笔那个启动资金吧？还容易赔。哦，对，是竞争太大了。像我们小区已经开了他妈多少家了，格局就有一家，格局就有一家。嗯，哇，中国人太努力了，中国人太努力了，真的。这帮人怎么跟中国人竞争啊？我在想，这帮欧美人，他是一旦就是没有这种霸权、技术霸权，他怎么跟中国人竞争？没有办法跟中国人竞争，对吧？你回国你应该知道，对呀，根本没有办法竞争。他干10个小时，中国人可以干14个小时到16个小时。所以我觉得我回来也没有竞争力啊，所以我就不敢回来。这也是很多在对啊，大部分人海外的中国人，他们待久了之后就不敢回国，是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没有竞争力。对啊，你重新适应那个国内的那个环境啊，至少要1年。就是你看那地铁上那黑压压的人，然后进去以后，就是咱不是说不好，就是你在国外那个，你看不是说你在德国一样，那国家都很懒，你知道吧？刚开始去的时候，你有着国内带过去的那股干劲儿，等你上学也好什么，待了2年以后，你人也就融入了，就变得很懒。等你再回去，你就觉得哇，中国人怎么这么努力，对吧？对呀，所以其实我们从国内如果是刚过去，都觉得在国外是那个养老的生活，即使你工作，相对于国内来说，相当于养老生活。对，就是养老。就那村嘛，然后那小孩也是2点就放学了，然后大家都不学，所以你也没有焦虑，我要学，对吧？所以也导致了你看整个社会没什么发展。反正我去德国了20-30年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，就这个原因，因为它没有动力啊，加上那个制度也不行，政府执行力也不行，所以导致了整个社会真的没有什么发展的动力。我不知道美国啊，美国也一样的，美国也没有什么发展动力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你说生活水平嘛，也现在的美国人还用那他妈的那空调还是那往外边装的那种空调，那种窗式的我知道呀，就是在那个窗子
挖一个洞，然后把那个空调安在那里，我知道啊。那种是很落后的空调，是吧？是啊，是啊，特别落后。我在大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，在台湾我反而见到过，但是大陆没有，香港还有。对吧？那种空调，你看，其实从生活水平上来说，我不觉得中国大陆比美国差在哪。啊，我也觉得。家用电器也有，对吧？车现在，人家现在你就买个二手车，美国人也开那二手破车呀，你就买个二手车，在中国的油车都很好卖，对，很好买。然后你再自己租个一室一厅也是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活的就是累，不知道为啥。因为都想有自己的房子啊，不想租房住啊。对，但在美国好像大家租房住一辈子，也没有人说你。哎呀，德国一样，我在视频当中也说过，比如说德国老人80、90岁了，几十年一辈子都是租房的，不像咱们中国人，就是文化不一样吧，两边的文化不一样，所以导致这样。我们觉得如果没有自己房子很丢脸啊，人生是失败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咱们这个文化就是一个互相就是比的文化，评价就是你评价他，他评价他，就是说，咱们的这个幸福来源于别人的评价比较多，所以有时候国内就是也挺那个啥的，就是别人就来源于比较，你知道吧？有时候咱不是说不好啊，这个东西有时候确实让人很累啊，就是你想静一会儿都不行。你知道这回我回去我就想看看我父母，但是那帮亲戚就说来吧，给你弄个弄，我就不想见他们，知道吗？我就想，哎呀，对吧？你见到他又在那打听你的那些私事儿，啥意思啊？打听你的收入，打听你的婚姻等等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说这个，我在国内的时候，我在国外的时候，从来没有意识到，就是我已经年龄大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在国外时间过得很快，一年一年。啊，有人要给你介绍对象，对不对？对，一直让我去介绍。我有点接受不了的是什么？就是那种相亲的，我还是喜欢恋爱。就相亲，你好像就是两个人在谈生意一样，我就特别不喜欢。所以他都，即使他条件给你再匹合，你都不了解这个人，你敢跟他结婚？国内的相亲嘛，主要是讲物质的匹配，物质方面的匹配，我觉得是，但你都不了解这个人是啥样的人，你敢跟他结婚？现在离婚率他妈50%，你结婚，男方家庭都推成皮。就现在是好不容易跟你说，一个女的跟你说，你挣多少钱，你有几套房，就这样。他作为一个，他都不想了解你这个人，然后就这样结了以后才发现不合适，又分开，这不是赌博吗？你在国外，我不知道国外老外是的，老外好像现在这个都不结婚哈，德国人。也不是说都不结婚，反正如果是感情合得来，也是会结婚的。但是呢，就从物质方面来说，我觉得应该是跟美国的文化也差不多，就是比如说女方她应该不会特别看重你有没有自己的房子，租房住也无所谓，你骑着单车去那个拍拖去约会也无所谓，不像咱们中国这边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中国人相对来说比较看重物质这方面的成功。而老外西方这边可能就是觉得两人谈得来就行了，不是特别在乎你物质方面有没有。不知道美国那边啊，怎么说呢？这个相亲怎么说呢？反正我也，有点难以接受。那你说我现在我也是个阴阳人，你说本来就在中国生长了20年，我觉得以后还会回去吧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是很迷茫。现在你呢？对不对？对你呢？我感觉你也不迷茫，因为你年纪大了，对吧？对，我不迷茫，我自己的生活定位我已经很清晰了。我想回来也回不来了。我就说我想回中国也不容易，因为我所有的一切都在德国。我觉得哈，就是权衡各方面来说，如果父母不在了，我可能大部分时间还是不得不待在国外。虽然我特别想回来，但是我身份的问题，然后那边的社保还有财产的问题，都家庭的问题，很多因素。而且你回到国以后，你能找到啥工作，这是最关键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我回来，我肯定是养老了，不会在这里找工作了，因为我的年纪跟你不太一样。我也想直接退休了。如果你在美国存够了钱之后，可以回来退休了。多少钱够？没有一个底，
我觉得只是看你的心态。你看，这个就是个问题，没有一个底，这就很大问题，你知这么道吧？说吧，如果按照目前的购买力啊，按照目前人民币的购买力，我觉得，如果是你有一个500万，然后你在你的老家有一套房子，我觉得可以躺平，但是今后都不知道了。500万，500万太难了。哦，你在美国怎么弄500万？你不差不多吃不住啊，你100万美元了租房啊，啊，80-90万美元了他妈谁能有80-90万美元？没有的。啊。我知道呀，就是老外，你叫他拿500美元，或是拿500欧元现金出来都困难。我觉得可能在老家有房的话，150万人民币吧，能躺平。我觉得不行，我认为我不敢，我不够。如果说150万我敢躺平，我马上就躺平了。你现在就可以躺平啊！你的这个自媒体收入点对吧？你再加上你退休金，你就可以在桂林那儿天天看看书，看看水。活下去是没问题的，但是要活得有质量啊。迷茫啊。迷茫，你在迷茫一段时间之后，肯定会清晰一些，因为你刚刚回国一段时间，然后有很多想法，有各种干扰的因素。回到美国一段时间之后，就稍微沉淀下来，我觉得会更清晰一些。但是我觉得很明显，就是肯定像西方这种，因为它的制度的缺陷性在那里，我认为呢，相对于中国，可能前途是不会有的，就是说不会比现在更好。这么说吧，西方现在，我不知道你怎么对，想，在美国那边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从这儿往10年以后看，肯定是也就是说，你中国越来越好。看得见你10年之后，比如说你在美国是什么样子，大概是这样，很难去特别去改变命运或是翻身，我觉得比较难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就国内主要我跟你讲，我回国干啥？我回国去云南他妈开个民宿吧，租个房间，租个公寓，往外租一租。好，那也不啊，会大富大贵啊，也就是只能刚刚能够活下来，我觉得。那就行了呀，对不对？那除非你还想做一点规模的，比如说几个房间的民宿，我觉得可以。对几个房间民宿可以，对吧？嗯不要投资大的，投资个几万块钱，先租一嗯，年是。对像啊，就是这么。我朋友在那儿干，一直让我回去干这个，说你在这儿的生活节奏跟美国差不多。云南。对，像云南那边，我觉得气候也挺好的，因为它是属于高原嘛，所以夏天不热，但是它的纬度也比较低，所以冬天不冷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想回国干点啥，也不知道干啥，你知道吧？教英语嗯，吧，一个月3000块。有时候我跟你说，很多海外华人都不回国啊。他这个不是因为他在美国过得不好，他的面子上过不去，你知道吧？嗯，反正如果他不回国的话，假如这两口在国外过得啥，国内人也不知道。但你回去了，你身边人就都知道你干啥了，对吧？他估计会评价你，有些人就觉得面子上过不去。唉，你看，躺在这他妈美国的，躺在这儿往窗外边看，就是那个树叶在那晃啊晃晃晃，那电线杆子在那晃啊晃晃晃，一天就过去。没有归属感那在国内这行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这很懒吗？这个国家啊。对对对，节奏很慢。我觉得不光光是美国啊，或者是欧洲，我觉得好像全世界除了东亚国家之外，都是那样的状态，都是懒懒散散的状态。对吧？就是躺在这儿，那个树叶晃两下，然后那个风吹两下，一天就过去了。那人家说那样你懂才是享受我意思生活呢。啊？不过那人我问我那个同学，我那个在新疆，刚才我还跟他聊了，他说他去牙买加，他说他现在还想去国外工作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他还想去牙买加。我说为啥？我说牙买加人活得快乐不快乐？他说快乐。我说牙买加那个国家不是很穷吗？为什么很快乐？他说就玩儿，人家的人就是 party 开船什么什么的。对呀，但是牙买加的治安他说不好，因为在牙买加的华人还有牙买加本国人，我有个朋友，他现在住在纽约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千万别去，因为还是比较危险的。他是这样说。那他那他应该是跟着那个国企过去了，他还去巴基斯坦，他说他也想出去。我说为啥？他说在国内天天焦虑，也不知道焦虑啥，身边人都在焦虑，跟着你也就在焦虑。
不，如果是吧？你按照比如说牙买加或者是其他有些国家，如果你按照当地人那样生活，其实也是比较困苦的。比如说我去多米尼加那边，他们大部分人都想去美国呢，因为那边工资不高，然后物价很高，所以生活压力也挺大的，存不下钱。哎呀，在哪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问题，我发现人类都这样。邻居家的草总是更绿一些，你听过这句话没？嗯，哎呀，反正我也不知道啊，迷茫之时啊，以后再跟你讨论这个问题吧。对呀，你现今天在就这样吧。先回去，先那个沉淀一下，然后再考虑，千万不要冲动啊。你现在是在那个洛杉矶这一带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还想再去一次美国，但是我有点怕，因为我做这个油管频道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盯上我，因为我怕到海关时候查我的什么电脑呀、手机呀，然后把我叫进小黑屋啊。不会，你来了吧？来了，我带你去那个流浪汉拍一拍，吓得你叫 Skiro 还是什么，对吧？那种很多的。哦，好啊，你以好，后下次来洛就待在那杉矶叫我吧。个洛杉矶了，对不对？我目前在这儿吧，我可能以后回国，我不知道。我跟你说去云南投个民宿，在那儿混日子。你下次来洛杉矶联系我，我带你去给 skate 肉。嗯，好。哎呀，我发现这几年啊，美国的物价上涨太厉害了。最厉害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吧？对我们外国游客来说，是美国的嗯，住宿酒店特别贵，特别在那个城市啊。对，你在美国，如果你没有收入的话，你拿人民币在那儿花一会儿就没。是啊，前几天我还特别看了那个洛杉矶，当然跟你没有关系，我确实想去那个地方。他们那种青年旅馆，一个床位啊，不是自己一个房间，就是一个大的那个寝室卧室，有比如说10张床，就是一个床位，一天一个晚上就要差不多$100，就一个床位。有那么贵吗？有，我自己都惊呆了。也不知道美国那穷人是怎么活的。不知道啊，所以在露宿街头啊，一个帐篷在街上啊，就帐篷街 （Tent City）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好多人也挣得多，也存不下来。你说让说啊，存500万人民币回国躺平，就一辈子都可能存不下来那么多，知道吧？除非你买房，然后呢卖掉，除非你房会是真的是就是你买了某只股票突然爆，就是除非是这样，要不然你看工资涨，你涨，他妈没攒够你挂了。那好吧。反正我每年都会回去的，我每年都会回去。你的父母还年轻啊，有时间他们可能60岁不到吧，对，特别年轻。他们就想让我快点成家，就是生孩子，你知道吧？哎其实呀，他们是我个人传统的中国父母的想法。对，其实我个人对婚姻没有那么执着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跟二次投胎一样，你找一个他妈女的不好的话，现在中国这回去以后，中国和美国不一样，美国结婚可能就是两个人的事情，对吧？两个对，家庭不用帮手忙，两个人简单在教堂里结个婚就行了。你在中国你结个婚，你父母给你买套房，你再赔辆车，再交点彩礼，你都他妈把自己一辈子继续搭进去了。你敢吗？给你一个谈了不到2个月的人结婚，妈谁嗯敢？我是不敢。这种思嗯，维，你让美国人男的是绝对不会出现，他绝对不会给你结的。而且现在，即使你结了婚，你拿了那张证书又能怎么样？对不对？他想离他就直接给你离了，所以我都不敢结婚。先别想那么多问题吧，你还年轻，我还是觉得还是靠缘分。嗯，哎，拜拜，支持我休息了啊。OK，那你休息吧，我嗯觉得你挺累了啊，有时差，好嗯，吧，那就这样，拜拜。拜拜。